在这么大的废墟里发现人体 DNA， 对指挥中心来说并不算什么惊讶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地方发现近防炮的弹头，就实在有些过于诡异了。发现近防炮的弹头，就意味着这里遭遇过近防炮的袭击。结合近防炮不到4公里的射程来看，这近防炮就算不在铜矿内部，至少开火时也离铜矿不远。无论是铜矿里的人用近防炮进攻其他人，亦或者外面的人用近防炮进攻铜矿，都让人感觉无法理解。此时，有一位副官提出想法，铜矿会不会是遭遇了恐怖袭击？这个想法一出，立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这些年，中东地区恐怖袭击从未间断，那些极端分子隔三差五就要弄出点大动静来。莫非这次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塞浦路斯身上？可是现场指挥官却有不同想法，他忍不住道：我咨询了专家，这种前苏联产的近防炮，空重将近2吨，如果配齐弹药以及整套的火控系统，至少要3到4吨。你们谁见过这么大费周章的恐怖分子？再说，近防炮虽然威力很强，但毕竟口径只有30毫米。如果用它来打建筑物的话，几百上千发炮弹也未必能炸它一栋楼。可是这里已经炸成现在这个样子，必然是在内部使用了大量炸药爆破。既然恐怖分子已经能把整个铜矿炸成废墟，又何苦辛辛苦苦地弄一门近防炮过来？这个现场所有人立刻陷入沉思。指挥官说得很有道理，近防炮威力虽然很大，但跟炸掉铜矿这么大的动静比起来，不过就是被蚊子咬上几口。恐怖分子完全没必要带着2、3吨重甚至3、4吨重的大家伙到这里来搞事情。众人一下子进入了死胡同。然而现场的多点发掘还在进行，刚才发现近防炮弹头的挖掘点，很快又发掘出了更多的弹头，而且也找到了含有人体 DNA 的土壤。但是在其他挖掘点却没有任何类似的发现。其他挖掘点挖掘到的样本几乎都是铜矿的残骸，没有任何与人体有关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与近防炮有关的线索。此时的天色已经开始逐渐亮了起来，吴书同带领几名心腹手下正在前往铜矿的路上。这一路，他们发现不断有重型机械的车队以及军队的车队急速驶向铜矿的方向，这让吴书同心中更是不安。所以他们一行人在距离铜矿还有3公里的时候，便找了个隐蔽的位置停了下来。不知道铜矿眼下的实际情况，吴书同也不敢再驱车往前去了，于是一行人便沿着海岸线急速狂奔。吴书同本身就是化境高手，虽说实战能力比不上欧伯君，但是身体的移动速度也非常快，而且普通人难觅其踪影。随他同行的几人也都是暗境后期的高手，所以3公里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之所以选择徒步前进，就是担心铜矿周围已经被塞浦路斯官方包围封锁，若是那样的话，他们乘坐的汽车根本就没有机会靠近。不过当他们一行人一路前行到铜矿附近的时候，他们凭借着远超常人的实力与身手，轻轻松松便混入了事发现场。由于此时此刻塞浦路斯调集了多个部门的大量人员和器械前来支援，所以现场人员混杂，而且他们外围负责警戒的军队重点精力都放在阻隔媒体记者靠近，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吴书同几人已经绕过了他们的盯防。当吴书同悄无声息地来到铜矿外围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住。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耗时几十年才完成的偌大铜矿，此时竟然已经成了一个深达10余米的废墟。而在此时的废墟内，大量工程机械正在不同的点位进行发掘，现场甚至还有数台钻探机，这些钻探机正不断地向地下进行钻探，试图带出地下数百米深的土壤成分，看看里面是否有人体 DNA， 以此来判定铜矿爆炸时底部是否有人。吴书同看得心惊胆寒，足足愣了许久，才掏出手机给现场拍了一些照片。
准备回头发给英主。随后他见周围的空气上支起了不少行军帐篷，于是便打算摸进去了解一下塞浦路斯官方此时的工作进度。当他发现陆续有人送样本到其中一顶行军帐篷内，便立刻悄无声息地靠了上去。隔着帐篷的防雨布，他听到了里面的对话。其中一人开口道：“指挥官，我们又在之前发现近防炮弹头的地点陆续发现了多枚弹头，目前已经找到30多枚了，其中有人体 DNA 的弹头一共4枚。”这句话让吴书同心中骇然无比，他忍不住在心中暗忖：近防炮，死士驻地怎么会有近防炮？此时那指挥官开口道：“立刻让生物学专家检查一下这4枚弹头上的人体 DNA， 看一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汇报者道：“好的，指挥官，我现在就安排一下。”指挥官又道：“对了，还有一件事。”汇报者恭敬道：“指挥官您请说。”指挥官道：“我需要知道这些近防炮弹到底是从哪里打出来的，到底是从铜矿的内部打出来，还是从铜矿的外部打过来的？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你们必须要给我找到近防炮的弹壳。”说罢，指挥官又道：“吩咐下去，让现场发掘的团队关注一下废墟里有没有近防炮的弹壳，另外让2队在铜矿周围2公里的范围内寻找弹壳的线索。”汇报者立刻说道：“好的，指挥官，我这就安排。”话音刚落，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31号汇报，31号汇报，我们在废墟内发现了一些30毫米近防炮的弹壳，请武器专家看一看，这些弹壳与之前发现的弹头是否匹配。”指挥官一听这话，顿时兴奋起来，脱口道：“立刻把弹壳送到我这里来。”几分钟后，一名工作人员捧着几枚已经在废墟中被挤压变形的炮弹壳，一路狂奔跑进了帐篷。远程的武器专家在收到照片之后，也给出了初步意见，这些弹壳确实是苏制的30毫米近防炮炮弹的弹壳，与弹头的口径、型号非常吻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弹壳与弹头属同一批。指挥官收到回复之后，惊呼道：“这些近防炮竟然是在铜矿内的，那就是说，这铜矿并非遭遇了恐怖袭击，是他们自己悄悄装备了近防炮。”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